对，59哈，建校已经59了。大概在你读国小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们侨光国小啊，有一个很建的学校，是我们的建校的校长啊，是许信之校长哈。他今天有来哦，好，好，一起跟许校长问好。小朋友好，各位老师好。有一天，王团长说：“许英之，你去做侨光国小做校长。”好，我要去做校长。哎，我从小就想做校长啊，要做校长了。侨光去了，地方的家长说：“哦，这个查囡仔遐认真啊，每天来监工啊。”结果呢，8月1号我就发表了侨光国校的校长，是省政府的命令。第一次做校长，天天都很认真，很认真，礼拜天都来学校，大家都来学校加班啊，上课啊。学校老师那么认真，平均年龄24岁，就这样优秀的师资，好的家长，学校就盖起来，这学校就出名了。侨光国校的操场的校地就加高了，学校一棵树都没有，无树啊要安怎？无树啊，叫家长乐观啦。家长一户捐1棵椰子树，家长来捐树，小朋友早上晚上放学回家都要浇树，新的树要浇水，所以家长捐树，学生浇水来养树。所以学校这里的椰子树变成野林大道。那个时候省主席是周志罗将军，轻车简从，没有事先通知，就司机一个随扈就开车进来了。回去省政府汇报，省府汇报，他说问那时候的教育厅长刘真啊，刘厅长刘真，他说那里有一个年轻的女校长。学生很活泼，老师很年轻，参观团很多，学校很新。那个校长啊，很特别哦。那是哪里来的校长？周主席是台湾皇帝耶。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立法委员，省议员最大，没有什么立法院呢。南投县政府吓死了，周主席要来侨光国校，一个新成立的学校，主席要来。当然，我们在上学的路当中，走到那边，一定会去偷瞄一下啦，哈，这老师啊、校长啊，你们早起了没有啊？不过这种好奇心哦，一般都是很失望的，因为都没有看到哈。当然来到学校，当然可以看到我们校长已经在巡视校园了啊。那校长他都穿得非常的整洁，非常的整齐哈的套装。非常高尚而典雅啊！那刚刚校长说啊，我这摆84岁啊，看起来有较大颗哈，但是我觉得校长还是不减当年呐，还是很雍容华贵。侨光国小是民国49年创立的，那么我非常刚好跟我们许校长许校长是那时候是27岁，我是7岁，他是新校长，我是小一的学生，那么因为校长的关系，所以当我当了校长以后，我也是觉得说，我们当校长的
就要学我们许校长，我们要以学生为本位。那小学时候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校长，他很重视小朋友的品德教育。第一次看到校长，真的好羡慕哦，穿着米色的套装，戴着墨镜，那种风姿呢，真的让人很羡慕。那时候我就心里在想，我长大以后也要像校长一样。我们小时候校长是什么样子的？他做哪些事情？所以我说校长呢是我的标杆跟我的典范。有许校长才有侨光。我常常说许校长是我们杏坛的才女，是女中豪杰。当时父亲非常的重视我的教育，就在亲朋好友的介绍之下，转到了侨光国小。因为侨光国小有一个女校长，办学非常的认真，而且她好像有一股力量，可以把家长吸引到学校来。其实我阿嬷以前对于女生的教育并不是很注重，她认为女孩子长大了就嫁人了，读书没什么用。但是看了许校长当了一校之长，可以做得这么的好，所有的乡里都称赞他，所以他也常常告诉我，你要向许校长好好的学习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们难过的哦，他卡车跟着一起搬到雾峰国校校长宿舍，一边离开一边流眼泪。很多老师一起送我到侨光的宿舍，有时候去侨光开会，站在那个候车等车子的时候，跑出来一个年轻的太太，校长，你是校长哦，你拢无变哦，啊！阮兜咧开中秋饼，我转来摕一粒，互你食。我讲一粒就好诶。进去以后买了一盒中秋饼。另外一个家长也是这样子，我家里做那个松紧带，这捆互你摕回去用，松紧带回来都用不完，人情味太浓了。是啊，较早拢米较少啦，食饭食番薯较多啦。都番薯烤糜啊，嘿啦嘿啦，拢食番薯烤糜咯。嘿啦无人食。都食番薯签嘛，嘿啊，若像迄个番薯人，泡个打番薯签嘛，嘿啊，若田少的人就去捡啦，就去捡啊，捡番薯啦。就去捡啊，我就是爱去捡番薯嘛。嘿啦，番薯就是上健康的食物嘛，嘿，我就是因为细汉的时阵番薯食较多，无食米吼，颠倒比人较勇。永摆食番薯食到会惊，即摆食番薯食到爱用钱去买啦。迄时代拢无共啊。恁兜好野人哪有食番薯？阮无钱食番薯啊。嘿啦，恁食米嘛？骨哪好？恁中岛厝做好做好野野人啊人啦，？嘿啦，做到济餐，较有米通食啦。
我是民国22年2月14号，听说是黄昏时分，那就是5点以后，在这里出生的。这么一群孩子的情况之下，那我被送到好修国小围墙旁边的一个有钱人家去当养女。我小时候呢，负责养鹅。过年的时候，我妈妈生一只鹅，妈妈杀了鹅，就用盐水把它煮好，然后我用一个竹篮子，那个鹅放在竹篮子，我拿着，抱着满怀的希望，跟妈妈坐台糖运甘蔗的小火车到鹿港。我身上抱着那只鹅去鹿港拜妈祖。拜妈祖的时候，我妈妈在那里上香跋杯，妈祖已经吃饱了，可以回家了，就带着鹅再坐鹿港的小火车回到瓦窑车站，回到家。那天晚上就切鹅，所以到现在呢，我最喜欢吃鹅肉。那吃鹅肉就变成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快乐。我到好修国小考第1名。我5年级的级任老师是日本人，冲绳那霸市，就来家庭访问。哎呦，这个小孩子家里什么家具都没有，你没有桌子？我说我没有桌子，我在吃饭的桌子上写字。哦，他说你明天下午到我家来，找一个同学来把我的桌子我送给你，把桌子抬回来。我就带着一个小朋友，2个人走田埂到埔盐，用那个扁担2条绳子这样捆起来，我们一个走前面，一个走后面，把那个扁担抬那个桌子啊，心里满怀希望，我今天开始有桌子可以写字了，然后就在那里读书。那张书读到我彰化女中毕业，还用那张书桌。小学6年级，我都成绩优秀，都是第1名，6年。那我做6年的班长，我放学回来，我要赶快把书包放下，到稻田里头去看割稻。割稻那个挂稻啊的师傅，割一下割一下，现在是用机器，当时是割一冲一冲。他割一不小心，他会掉下来那个稻穗，他向前割，我就在后面捡到，这样一根一根捡，一根一根捡。有时候那个割稻的师傅啊，看我很可怜，他就多掉一点，我就知道啊，他在送给我稻穗，小小的回去交给妈妈，那种有成就感。我今天捡这么多，妈妈很高兴，家里有米了。我阿公他们家就把1/2的土地的旱瘠让你去挖，就送给他嫁出去的女儿。那我负责去挖，就把那个旱瘠通通挖开，然后旱瘠一颗一颗这样捡回来。哦，按高哦，一条一条的旱瘠壳捡回来，啊，家里就吃旱瘠壳糜。那我家里吃地瓜，没有白米，没有吃白米饭。
他们家鸡鸭鹅那个一盆啊，整个煮饭的那个饭锅里头都全部倒进去，白米饭。他们家鸡鸭鹅吃白米饭。这个稻田一年收割2季，第3季土地休息的时候种那个地瓜，那地瓜就去挖地瓜回来，家里就有番薯嘛，哦，那所以一直吃番薯长大的。现在菜市场的番薯1包50块，几条50块，像宝贝，我现在也去买。可是我小时候就是吃这个吃到没有办法再下咽。